电商情报站，虾皮超本地化配送，90%隔日到货，让股价飙升300%。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都算准哦，那你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去参考。我最近开了频道的付费会员，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那就加会员，购买会员来支持我，这样让我的成本可以低下来，持续做更好的内容来给你看。那我们上一集讨论了酷鹏2025上半年大获全胜，这一集要跟你分享虾皮怎么靠外送称霸东南亚。标题我念一下哦，你家邻居就是外送员。虾皮母公司股价大涨300%，秘密武器超本地化配送是什么？先讲一下前提啊，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不是台湾哦，不是台湾有台湾自己独特的状况，而是虾皮在东南亚的发展跟布局状况，只是遇到状况很像哦，所以你看起来会有一点既视感这样。那内容是这样哦，虾皮过去高度依赖第三方物流，可是配送的成本就很高，而且配送的效率不稳定哦。那你毕竟在别人家的船上讨生活，人家有自己的货要送，就把你的先排后面了，都会变成这样。随着疫情那线上订单暴增，物流配送管道就难以继续负荷，那投资人就开始质疑虾皮长期的获利能力，那导致它的股价大幅的修正。所以李晓东执行长在2022年押注了近10亿美元去投入建设自有物流部门，它叫 SPX Express 就是自建物流就对了就是物流这个事情我们就自干我没有钱拿钱去招人去投资这样，而这项决策更成为关键的转捩点。然后他们的自建物流蛮特殊的就不是找一堆物流司机来帮你送这样。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他们会利用生活中的任何空间来当包裹收发据点，例如说你家楼下的中庭、杂货店、小吃摊之类的地方。然后就会有家庭主妇或是退休的大叔在那边整理大家的包裹，就他这个小区的包裹这样然后让他的取货点可以暴增。现在啊，小小新加坡3500个取货点你看这张图，你看这新加坡的地图，然后插上去的密密麻麻的点，那个就是虾皮的取货点。你可以说连那个西边比较纯住宅的地方也通通都被插满了。那我们也说一下背景知识，你觉得台湾已经很小了，对不对？新加坡更小，台湾的面积大概就是已经到了49个新加坡的大小然后我们刚才讲新加坡所有的取货点有几个？3500个。那台湾的虾皮店到店，你觉得已经很密集了，对不对？全台湾现在很密集是没错，是超过2000间，也就是说，人家国土只有台湾的1/49，可是它的取货点是台湾的1.75倍，就这样。然后它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SPX Express 的市占率在短短2年之内从0成长到25%，让虾皮在新加坡可以达到90%的隔日送达率，很厉害不过话说新加坡为什么还有10%是什么隔日还送不到的你不是搭个地铁什么的大概就可以帮人家送到了吗总之就是反正以前大家新加坡的东西等了又等，那现在的话90%隔日可以送货到达那我们讲一下这个 SPX Express 在新加坡的配送方式是蛮特殊的那你看我划线的地方，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会简单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是退休人士或家庭主妇之类的，那你就可以报名这个计划，那你就会变成你们社区的配送员有钱给你赚。你们那个小区你们那个社区的配送员到时候虾皮的物流车就会把虾皮的货送到社区的取货点，那你再去送货是你送货上门到人家那里去那有点像 Uber Eat 就你去店家拿货，然后送到别人家里这样。只是说因为是你们社区啦，所以你也不用骑车，你走路就会到，你推个小车这样子去载，然后挨家挨户去送就好了然后还讲得很好听就是可以在赚零用钱的时候跟邻居更熟识那让这份工作不只是兼顾生计，也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那像这个我也未看先猜，大概就是跟外送员一样，跟你讲说你可以弹性上下班啊，没有人管你啊，怎样怎样的。但实际上固定时候才会有比较多的单可以接，然后还要完成一定的趟数才会有什么趟数奖金嘛。不然你换算时薪的话，可能会比一般的 Seven 店员还要低很多啊。不然他怎么会找社区大爷大妈？他就是请那真的好管理的人力就好啦。所以这其实也是变相的，就是去降低这个劳工的成本。再来，你要知道这个模式会套用到台湾吗？先说结论，不会。为什么？因为国情差很多，我们台湾有台湾自己的玩法。这个我解释一下哦。因为新加坡最大的类型是祖屋哦，大家都听过嘛？HDB flats 这个祖屋是政府盖的啊，就是我们台湾青年要的居住正义啦。那你要是新加坡的居民才能买，要有身份证哦，而且只能自住，你不能拿去租人。啊，怎样怎样的。好，祖屋的问题是什么？祖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新加坡的住宅哦。现在讲的是祖屋哦，不是 apartment 哦。他们也讲公寓，公寓就是可以卖给外国人，通常比较高级。祖屋哦，祖屋就是卖给国民的。那个祖屋怎样？有没有管理室？没有管理室。哎，真的哦，你喜欢你爽你就自己走进去都可以哦。通常只有到 apartment 那个卖给外国人的公寓才会有什么管理这种东西。那祖屋的话就是真的比较高级的哦，你那个社区花园你也是给他走进去哦，就这样。可是你上不去，因为他们电梯就认磁卡，他们磁卡是认在电梯那边哦，就这样。所以啊，他就没有管理员代收包裹哦，但还是有收包裹的需求啊。那就变相的做法就是住户比较有时间哦，就帮大家收包裹哦，然后你再去他们家拿哦，或是他推到你们家哦，就这样。然后啊，帮居民代收包裹这件事情，也不是虾皮的创举，是新加坡一直以来就是有这个东西。大爷大妈在这个虾皮的 Express 出现之前，就是那个集运，你知道哦，我们台湾也很多人在买集运嘛，然后集运的话会统一先寄到一个人的家哦，就是家里就拿来当仓库，然后堆都堆到外面去。新加坡很奇怪，像我们不是都被规定公社不能够堆你家鞋柜或什么啊，他们拿来堆货，只要你邻居没意见，好像没差哦，那就这样堆。然后这个同个社区的哦，啊就下班以后或是怎样啊，你就自己去他们家拿走哦，然后他们就是门也不关的啊，这边看电视，反正新加坡治安很好嘛哦，然后还来跟你对，然后这边弄好，就这样。所以以前就有了，那现在新加坡只是搭着以前新加坡人哦，新加坡居民喜欢常用习惯的方式啊，就是一样。那祖屋哦，这个社区里头。那个祖屋社区有的极大，就是几千户的，那就不只要一个人哦，可能这一两栋啊，就是找一个头哦，找一个老头啦然后就让他就把他当取货点就对了哦，送来他去拿到他们家，他再慢慢送哦，或是别人到他们家拿，大概就是这样哦。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堆包裹就是丢在你家中庭，然后邻居帮你送哦？但是事实上，这个模式在新加坡是非常传统的做法哦。啊，你看这个做法符不符合台湾的国情？不符合嘛？因为台湾的社区大楼会这样，有警卫室，然后有超商的那个店到店的取货。这个超商取货，这也是台湾独特的国情。其实主要为了服务，我说主流啦，那个买东西怕被家人发现了，那个就不讨论。主流就是服务住公寓的族群哦，公寓。不然你社区大楼就是管理室代收哦，然后你下班再去。打你深夜也没关系，然后就去取，反正都是24小时保全哦。好，那所以我们台湾比较不需要这种方式，叫做大爷大妈你的住户、你的邻居来收货拿货给你，这样比较有可能是我乱讲因为也有听到一些风声，但是我这样评估起来，这他妈就这个就是风声而已，就是虾皮再来会跟 Uber Eats 合作，反正就看 Uber Eats 比较强，还是那个熊猫比较强，还是国内第三方有哪一个比较要竞争的那外送平台好，然后让外送员去送外送的时候，顺便帮你怎样去虾皮电到店取包裹让你连出门都不用，你一样是收得到这个，反正就是你平常叫吃饭的外送然后可以顺便拿个包裹这样，或是你专程要拿，你当初在下单的时候直接选择外送的服务，这都可以让你连出门都不用出。我再强调一次，这是风声，反正业界就是这样各种风声通通都有。那再来你要知道，虾皮在其他国家推出的在地化调整我们也讲一下虾皮在其他国家的物流端有什么骚操作。第一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又有马来西亚的国情了，对不对？它是怎样？它是都市跟乡镇的密度差距很大，所以他们就跟24小时的超市跟加油站合作。对你没听错，加油站
在马来西亚你可以在加油站领包裹，有点在我们台湾这我不知道我们发展得起来吗？大家那个其实也是有道理那个24小时的加油站为什么不是会变成社区的领包裹的点呢？对不对？你把那个物流柜什么的放在那，好像有道理呢，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开个车过去拿我骑个车过去还是顺便加油了嘛，顺便干嘛了嘛？然后再卖点吃的喝的，好像有道理总之就是这样虾皮的团队很在地啦，都是在地的主管这样去管理，而不是像以前外商天高皇帝远的外商，一年也没来台湾几次，再决定台湾的政策反正就是请在地的，然后去开发出你看马来西亚加油站可以领包裹蛮屌的，蛮酷的，深夜加油站那 SPX 就是虾皮的物流，然后跟那个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你把它理解成台湾的中油就好，所以你看就交结在一起啦，所以在马来西亚你是可以到加油站领包裹，就是你下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选你要在哪一个加油站取货就可以到这种程度符合各个国情反正就这样很注意在地化的经营，在地化的经营就可以做出那个很符合在地民情的需求，然后成本也不会高到哪里去那重点是当地市场的民众就很喜欢嘛然后我们看完马来西亚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越南越南现在有什么？有 Shopee Food 一开始是什么？就是很单纯的餐饮食物外送，跟 Uber Eats 一样。那现在也扩展到可以送简单的日用品然后现在的虾皮卖家可以开启 Same Day Delivery 的服务，就是只要同程30公里10公斤以下30乘30乘30，你就大概这样这样大小的一个立方体的小件商品，他在下午2点前完成下单付款，当日送达下午2点前完成付款，当天就送给你了，也是很厉害越南就是摩托车大军我都会这样子骑着风尘仆仆直接帮你送。第三个泰国泰国有很多的乡村嘛，所以虾皮的做法是什么？结合地方的邮政办公室跟寺庙的市集，每逢周末热闹的赶集日来集中排解，就庙会庙会的时候把货也一起运过去，让农民可以一次领齐全整周的网购，通常就是农药啊肥料啊那些东西，很像是我们台湾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不是有什么固定礼拜几才会有的一个小夜市，也没几台发财车在那边弄的小夜市那虾皮就是这个时候也弄了一个虾皮摊子，然后在那边领包裹这样。最后你要知道虾皮的可怕之处，你这样看看不觉得很特别吗？很大开眼界吗？虾皮在不同的国家针对在地化的物流都有客制化的调整。我也是做了功课之后才知道原来虾皮的店到店，我们现在整天都在用的虾皮店到店是台湾独有的生态可能是最贵的生态因为要店租那些。虾皮店到店是台湾独有的生态是虾皮针对台湾特别设计的。好，那问题来了，我们刚才已经讲那个虾皮自己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他在新加坡自己都没有去搞店到店是叫人家在自己社区里面设点，自己做配送我给你抽可是虾皮在台湾怎样？2000间店已经这样子给他开下去了，租金就这样给他付下去了，那很恐怖呢。然后他的选址怎样？近乎疯狂。例如说车库就可以来做店到店，你看对不对车库这个雨棚然后拉着，然后那个自取柜这样一个小块地方也可以来做店到店，然后货柜屋也可以，对不对？那之后是不是直接天桥底下摆一摆就好？这些听起来都不像是认真选址我讲的认真选址是什么？是像全联这种看中一个地点，各种计算以后，然后跟地主或是跟房东直接打合约，那个全联一签15年就这样给他签下去，没有嘛那这个虾皮的这种选址方式很可能是怎么样？就是打带跑，那我就是要点多，成本低，然后如果这个成本的地主屋主有意见，好，那我就撤我就去换下一个地方也是另一种很弹性的经营方式。那这样它透点还快嘛，对不对再说了，那个虾皮店到店，开成全联那么大间是要干什么就是点很密集去服务当地可能半径200-300公尺的人，其实就足够了。然后我们要思考的另一件事情是，2000间店到店房租要多少钱，对不对？虾皮不是笨蛋，他盖物流中心又盖店到店，一定是因为他觉得什么台湾这个市场可以赚到钱，不然我跟你讲，这都生意啦，没有谁真的那么佛心
虾皮在台湾的布局跟投入真的很巨大哦，未来它要拿回去的投资报酬率要非常的耀眼才可以。我之前在另一支影片虾皮新霸王条款来袭这支影片才在讲说，虾皮的手续费，如果你合法合规开发票弄起来的话，大概 19.5% 哦。我的评价是在影片里面有，你自己看哦。影片才刚上，现在他又去调整那个规则了哦。现在又把较长备货的服务费从2%改成3%，就这样哦。你看就可以一直改这样。7月25号公告，8月20号直接实施哦，那就会逼的一些，这个对消费者而言当然是好，因为我们现在太多消费者在虾皮上买东西是怎样，就是较长的备货时间7到14天。李老师，你这个就是去那个淘宝，然后空手道给我嘛，你手上也没货嘛，然后还要我来等。那为了要惩罚这些比较不乖的卖家，记出了这个，你既然敢在虾皮上卖，然后你还打高隔日到货，那你就要出货啊，对不对？很合理哦。好，那当然这个卖家圈子就干干叫这样。总之啊，就是台湾的市场也正在经历这一波卖家体制上的调整。7月25号公告，8月25号直接实施，2%改成3%。如果你没有在限定时间之内去出货的话，还会有额外的罚则，很重这样。然后虾皮的手续费现在轻轻松松已经抽趴再加一些行销促销活动，可能会到 20.5% 抽超过2成哦。那这也证明我之前讲的说，虾皮在台湾的投资真的是这样，太多钱了啦非常多钱啦。整个泰国的投资面积比台湾大那么多，可能还没有台湾的投资额大所以它现在会需要快速回本，不然股东那边会去弄它。也就是说，到今年年底的电商界会非常的精彩。虾皮现在压力是什么？要快点回本，要看到那个经营的利润跑出来，然后开始在收割卖家，各种政策通通都亮出来了。那酷鹏对不对？酷鹏现在正在砸钱，要做一个超强台币战士。他预计今年在台湾，今年还没过完，对不对？他预计今年台湾亏损 9.5 亿美元，就这样拿钱来赔Q2 才亏损 2.35 亿美元来不及，这 KPI 没达到，你亏太少了毛起来烧钱持续加码。我们电商从业人员，我们就大家各自保重吧。讲八卦，这真的是闲聊而已啦就是国内曾经出现一个现象叫 One Boy， 对不对？ One Boy 风潮。然后 One Boy 风潮在我们电商从业人员的讨论串里就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怎么就郭学福怎么呢？就是而且你看他的打法你看他的配货，你看他的供应链，很显然怎么样是跟不上的。跟不上是说他的专柜毛起来开毛起来租点，毛起来装潢，可是你真的要买，他会说没货那你开什么就会变成这样然后他也不是要走 Live 8的那种纯线上下单总之就是那时候 One Boy 那个风潮轰轰烈烈，广告超级大一人说签就签的这种等级的经营方式，被那时候的电商圈在我们看来，我那时候下一个评语还被人家赞就是说One Boy 的这种砸钱经营法如果成功了，那我们电商行销人员就输了因为原来电商就是这样，就是你砸钱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当然很多人跑出来说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什么，好，那个时候再研究。总之就是说 One Boy 他靠砸钱可以砸出一条血路，你知道吗？即使你不喜欢 One Boy 即使 One Boy 的风评又怎样，可是像我现在搬到高雄来住南部，真的很多人穿 One Boy 那些都是什么阿伯都会穿，你知道，欧巴桑都会穿。我现在没有说 One Boy 是阿伯的品牌而是说他就是有他的客群嘛，他就是可以用1000多块的成本让阿伯欧巴桑可以穿到一个比较帅的冲锋衣嘛，就这样不然他们之前都去买衣服，菜市场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有他的客群，然后就砸就是有办法好，那现在网络格式呢，现在好像又旧情重演了一样。台湾目前的大战叫做电商通路平台的大战，第一个 Coupon， 第二个虾皮第三个淘宝，对不对然后外送也有，外送也没有本土厂商参与好像大概都竞争都输了外送又有 Uber Eats， 然后又说什么要吃掉那个 Foodpanda 的业务之类的一大堆这些外资通通都在台湾大乱斗。我说仿佛旧情重演是什么？又出现了，谁有办法砸大量的钱谁有办法砸，用力砸，那这个市场就会被他砸下来。我现在看起来电商通路平台的王者Coupon 赢的几率非常的大Coupon 赢的几率非常的大。我的判断也很简单，因为它是最强的台币战士，虾皮的砸钱法
都砸不赢它，在台湾这个市场，因为人家虾皮全东南亚的布局啊，它不是只有台湾的钱要花，可是那个淘宝也一样，它有世界的布局啊，而不是只有台湾的钱要砸。可是那个 coupon 很明显就是来针对台湾市场，先把它砸下来再说。我们现在就是又看到了台币战士的打法玩法，脆上又出现了在那边高薪征司机那整个月加一加正常工时然后几天特休大概8万多的薪资，就这样就跑出来在抢这些，这就是台币战士。你说他亏损，他到底在赚什么？他赚股票的钱，资本市场的钱我们台湾很少看到如此强力的台币战士的打法，在电商界这个行业，这是一样，我们就好好看看。我个人认为这个 coupon 会在年底之前会赢下台湾大部分的市场。coupon 太明显了，现在你去你家社区管理室那个火箭速配的包裹真的是越来越多这是很夸张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所以电商从业人员其实你不想你不爽，你都要去了解这个 coupon 他们上架的机制规则要怎么谈有什么行销花样可以做，不然怎么办？电商通路平台王者要变成 coupon 了，而且打的我们国内厂商可以是毫无招架之力，9.5亿美元1年之内拿来赔掉，他没有差。你看看这是什么量级的对手，很难赢啊。所以身为消费者是幸福的身为电商从业人员的话，我们大家继续看继续看特别的业配。我要介绍一款可以大幅提升远端工作效率的远端桌面软体 Desking。刚才说它就是透过网络，然后让你随时随地去控制另一台电脑。像我以前出差的时候，临时客户要调资料或干嘛，那我就会立刻用这个 Desking 连回公司的电脑。Desking 它跨系统 Windows 电脑、Mac 电脑、手机的 iOS 跟 Android 通通都跨，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使用笔电手机或平板来连到家里或是公司的电脑。而且就算你使用的是 Desking 的免费版，也可以用在商业用途上。免费版它就让你管3台装置够了，我们一般人那也没有连线时长的限制，不会说连到一半就什么跳广告或什么跳掉之类的。那就算你人在国外休假，也能够轻松的连上公司的电脑。那我先讲一下我使用下来感受到的几个优点。第一个优点，连线品质稳定，而且低延迟，真的很快，真的很快。第二个优点多种连线功能，包括安全又方便的无人值守设定，就算电脑旁边没有人，也可以直接操作。第三个优点，轻松传输档案，很快呢，就在传档很快呢，就是你可以直接透过 Desking 抓远端档案。我们现在人在外面要传大的影片档案的话，一样就按这个，然后按档案传输嘛，传送档案然后选你的档案，这是影片档，这不是照片而已传到看要到桌面通常都先到桌面回去再整理嘛，好就好了。这18M 呢就很快四个优点完善的安全性设定。那 Desking 不仅提供隐私萤幕的功能，你还能够进一步的调整连线的权限，透过黑名单、白名单的功能，设定哪些人可以连，哪些人不能连。这样一来就算公司有严格的资讯安全规范，也能够安心使用远端工具，不用担心安全风险。如果你想试试看的话，我会推荐你直上 Desking 的付费版，反正也不贵。因为付费版有几个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它管理超过100个装置，非常适合企业或团队规模比较大的使用者来用。高清无码超低延迟，在他面前表演，还能够实时对话。B2B 的业务非常适合用这个，真的是很适合用这个。再来，付费版在档案传输的速度上明显提升很多，尤其传送较大的档案或大量的资料的时候就快很多节省很多时间。而且画质跟连线的稳定度会好很多文字影像、影音付费版的体验是更清晰、更流畅。这样最重要的是，以 Desking 的收费标准来看，对比市面上其他同级的远端软体，功能丰富程度还是连线的品质 CP 值真的都非常的高。只要你使用折扣码 TONYC 订阅 Desking 就打9折，我自己是认为很划算。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常出差，或是需要跟客户远端沟通，我真的是推荐你使用。或是你自己是小公司的老板或 HR， 从此就不用再担心同仁远距工作的效率问题让远端工作变得更顺畅，员工工作更开心，公司赚更多的钱。这样